云阳，王师叔，你回来了！吃完这个，还剩一个。再吃一个，就只能等来年了。唉。玉珍。师兄，小师叔。玉珍，桃子还没吃完呀？对呀，但只剩最后2个了。师兄，你说为什么只有夏天和秋天才长桃子？怎么不1年4季都有桃子吃呢？冬日万物沉眠，才有春日百花盛开，夏秋得成正果呀。世间万物本就有法可依，顺其自然就好了。可我日日都想吃桃子，万物有法，那我就变其法，让它另有所依。师兄，山下好玩吗？还成吗？有美酒，有佳人，让我耽误些日子。我也想下山去玩。看，师兄给你带了什么礼物？剑。这不是普通的剑，这可是当年昆仑剑仙所留下的玄阳剑剑胚所铸，人间至暖之剑。你把这柄剑埋在地下，能让整个院子四季如春。你呀，再把离火诀练得好一些，到时候冬日里想吃桃子也不是什么难事了。这柄剑如今叫什么？火神。真难听。这样子也可以啊？对呀，这样才可以嘛。一行，你回来了。山主，你们先聊着，那我就走了。那去玩吧。师傅，小师弟他又提了下山的事。小玉珍出生的时候，我给她批过命，无论是山门秘法和剑术，她都将是望城山100年之最。不过有得也有失，她此生终将待在望城山。倘若下山，天难将至。她不认命，她总认为人命可以扭转天命。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不见天地，又怎能见自己啊？要是有，你让我这个师傅来想，你不要多管。行吧，您老人家就爱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一路上也没洗个澡，身上痒死了。回来。你是不是路上遇见一个人，叫百里东君？哦，您不说我还忘了，西楚剑歌的传人，大开眼界呀。他去了天启城。去就去呗，年轻人长长见识，不也挺好？巧了，你也要去。为什么？我才刚回来，屁股还没坐热呢。这不，马上学堂大考，你一定要去。师父这是要我改拜师门，拜入学堂？这我一心只想留在望城山。
学堂什么的。哎，今年李先生还收徒弟吗？就你也想入学堂？学堂大考只是让我们宗门派一个人过去。什么？为什么又是我？我也想认认真真学习功法，装一装那世外高手，认识认识山下漂亮的妖妹儿。因为只有你认识百里东君，让你去天启，只是让你留意这个人。西楚剑歌的传人，将来定会掀起惊涛骇浪。但这关我什么事嘛？日后你问鼎武林，他一定是你的对手。问鼎武林，师傅，你还真的是看得起我呀。到你上场了，这会不会太羞耻了？哎呀，来嘛，来嘛！去嘛，云哥，葫芦是耍赖。哇！云哥加油！我乃是白羽剑仙的朋友，青羽九仙。嘿！云哥，叶伯伯，依依，东君来看你们了。云哥，你知道吗？我马上就能完成我们的约定了。现在我酿的酒，全天下没几个人比得过的。等过几日，我就去挑战碉楼小筑的秋露白，等我打败了他，便能成为名扬天下的酒仙。不过现在我决定，我连你的这一份也一起完成了。我不仅要做酒仙，还要做那剑仙。云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说了晚上见吗？我不是也说了，我晚上没空吗？还有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你和叶云情同手足，你若回天启，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定是来看我的。这些事情都是师傅告诉你的。你现在可以相信了吧？我真的是受如仙之托来帮你的。你还有别的要求吗？听说你酿的酒很好喝，我教你内功，你送我美酒，如何？一言为定。云哥，走了。父亲。
今天才来看你们。我从前跟你们说，我不想做大将军。 我想做一个自在江湖的剑客。如今，我也算完成了一半。今天来看你们，也没带什么好东西啊。我给你们舞一会剑吧。 来吧，选一坛吧。一坛可不够啊。这是什么武功？这是你马上要学的内功，名字叫落花流水。落花流水。看来，那个人就是白日里潜入学堂之人。好俊秀的功夫。 你怎么还有心思欣赏别人的武功啊？百里东军这一进城就被各路人马全部给盯上了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确实是好酒，只可惜得浪费一二了。有暗器，老七，我们去干他。有什么暗器？不过就是一滴酒罢了。 放心吧，来人没有恶意，他刚刚已经与我们打过招呼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认识他？不是，你认识他？你怎么不告诉我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他是谁？百里东军是我带来的，你怎么比我还着急啊？来人是白小堂堂主姬若风，他与如仙有一段旧缘。 愿意教百里东军如仙的秋水诀，不然真的让东军跟着你学你们雷门那憨劲儿十足的内功心法，我10年也考不上学堂啊！我憨吗？以后我每来一日，你就送我5坛酒，如何？哎，你不要太过分了啊！ 酒没了可以再酿，可学堂大考若是败了，
就没有下一次机会了。唉，看来我酿的酒实在是太好喝了呀。来吧，虽然没有多少时间了，但如果是你，就一定没有问题。公子，还有3日便是出世了，不知此次出世考题可有眉目啊？你不是也说了吗？3日之后才是出世，急什么？我不着急，我着什么急啊？我就是觉得我们是不是……怎么，大家不敢来问我，所以去逼问你，对不对？这1天3、4趟的问，谁都吃不消啊。往年出世考题，那都是提前7日便会放出一些风声，难道这次你真的要等到最后1日再公布啊？最后1日公布，不才是正常的吗？怎么，学堂现在都这么厚脸皮了？提前泄露考题，已经成了不成文的规定。哎呀，柳月呀，这初试又决定不了最终的结果，初试完了还有一个中试。中试可是几10年不变的一队打一队，这才是真正考究实力的地方。初试嘛，不过就是让各家公子拿个好兆头回家去的。别这么较真，柳月。琢磨公子说的对，更何况以柳月公子的才学，就算是提前告诉大家考题，没有点真材实料，也是不行的。就是，废话那么多干什么？还下不下？哎，不下了。反正我也下不赢你。我就说嘛，今天怎么突然之间跑来找我下棋，自取其辱？原来你也是来套题的。哎，那我不是带来一个备考的兄弟吗？再说了，往年出试的题目，我10几天前我都能知道，谁让这次主考官是你啊？哎，挺好，特别好。所以我这不亲自登门拜访了吗？那我若非要最后1天公布呢？那行，看来以后每一年的主考官都会是你喽。你威胁我？对，我就威胁你。怎么着？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嘴巴特别碎，我就每天跑到师傅那儿去吹耳边风，我就告诉他，哎呀，柳月当主考官特别好，让他给你做主考官吧。他听烦了，他就会同意了，你就年复一年，1年又1年的做主考官，1年再1年。算我怕你了。嘿嘿。文武之外，啊？没错，就是文武之外。世间大考分为文武2类，但文武之外呢，有那么多有趣的东西，所以呢，我既不考文，也不考武，只要文武之外有能令我折服的东西，这初试我就让他通过。这还不如不说呢。可这文武之外到底要考什么呀？你要知道，我们学堂要的不仅仅是文武双绝的人，还有有趣的。而这文武之外，考的就是人。哎呀，柳月呀，柳月，你这可是给我开了个后门啊！你可别给我扣帽子，我说的可都是肺腑之言，和你带来的那位兄弟，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懂。哎，对啊，你说那位小公子最近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。话说，我也好几天没见着他了。
啊，舒服，有了念力就是不一样啊，感觉全身都暖洋洋的。哎，连梦莎今日来学堂了吗？卓墨公子的动向我怎么会知道？没大没小啊！怎么了？今日突然有事找我啊？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。哎呦，巧了，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真的？你先说。来，初试的题目出来了。出来了？是什么？4个字：文武之外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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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你怎么了？你这高兴傻了？这表情。不是，那你文不成武不就的，这文武之外真挺好的。文武之外？我练了这么多天武功，你告诉我文武之外？我去你的文武之外！真是奇了怪了，文武之外，不考文也不考武，那这算什么考试啊？那你说这选拔的是什么呀？或者是谁长得美，谁就能进中试？哼，兄台此言有理。那柳月公子据称是容颜绝代，说不定就是谁长得美就符合人家要求呢。那，旁边这位小哥容貌俊秀，若去参加考试，那必定能通过呀。确实气度不凡呀。谈。哎，客气客气。文武之外，倒是有趣。我要考的是赌。谁赌？到赌场来比赌？这是班门弄斧吧？我刚才听他说他叫尹落霞。对啊，怎么了？来了千金台，当然要赌。赌？学堂之内赌艺精湛的，莫非要把老七找来？不用劳烦小先生了，在我千金台还缺会赌的人吗？这百花楼的凤姑娘还有1刻钟就要奏曲了，我都没听着啊！给我抬回去！你们俩好大的狗胆，我说话都不听了吗？抬回去！谁叫你们把我抬回来的？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天说吗？哎呦！哎呦！谁？下！哎呀，我说涂婉啊，这个凤姑娘那个曲儿就那么好听吗？你是一日一日的听啊，怎么就听不够啊？那怎么能听得够啊？涂嫂，我跟你说，像你这种俗人，你就永远都不明白。这涂大爷和涂二爷长得真是不一样啊！不要吗？迟早会一样。涂婉啊，你别跟我说话，烦你。有个姑娘，那个姑娘说要跟你较量一下赌术。我没兴趣，你抓紧找人把我送回去吧。一会儿冯姑娘都开始奏曲了。怎么，涂二爷是怕了？你看看，我怕了。来，让我看看是哪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说我怕了。姑娘，想赌什么？嚯，这人是学变脸的吧？
果然还是美人最可怕呀！上官图、叶子戏、马调、天九、螺旋城还是比大小，随便你选。哎呀，姑娘会的可真多呀！那咱们就比天九。大天九、小天九。此乃是天启城的千金台，天下第一城的天下第一大赌坊，自然就只有大天九。好，我做庄，两人决。我看啊，那边那两小子这么感兴趣，不如一起过来玩吧。我们若是赢了呢？呀呵，想从我手上赢牌，你做什么春秋大梦？话不能这么说，有些规则还是说清楚的好。您说是吧，柳叶公子？赢了，这出事就算你过。可要是输了呢？那酒和肉也分你们一份。好买卖，来吧，二位请吧。出门、天门、末门，三位怎么挑？末门。天门。那就出门。怎么听起来不大吉利啊？姑娘，怎么年纪轻轻的想不开学赌啊？这赌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一旦沾上，轻则穷困潦倒，重则家破人亡。这么多年，我只见过一种人靠赌博活得滋滋润润。哪种人啊？开赌坊的人。嘿，开赌坊的人心比狗黑，杀人不见血。大爷，他骂你。他骂他自己。那你今天就能见到第二种人。听姑娘这口气，好像赌王似的。怎么样，三位都准备好了吗？来吧，来吧。来，看看我的牌如何？怎么样？哇，3、6一只鹅，神仙救我。牌也太小了。怎么听起来更不吉利了？的确没有比这更不吉利的了，因为你配出了少有的最小的牌，不管庄家是什么牌，你都会输。你还是回去酿酒去吧。哎，你的肉好像糊了啊！哎，让我看看你的牌。牌不错。天王和天高九，还真配你的天门。你们这黑话我也听不懂啊，听起来倒是挺霸气的。怎么样，你能赢吗？你把我的牌掀了，庄家还没亮牌，我怎么知道能不能赢？哎，不劳公子费心了，自己来。哈哈。双地妈梅，好牌。哎，不算最好的牌，不过赢我是绰绰有余了。你呢？妈人，好牌，的确是好牌，不过不如庄家的双地，也输了。姑娘这牌啊，确实不错，但是就是可惜，这只是我的小牌。至尊宝，至尊宝当然做到了。这什么运气？出自怎么事？怎么可能？难道真的是他？不敢想啊！赌徒们一辈子也难碰到一次的至尊之牌杀一切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能配出至尊宝。至尊宝，好牌。涂大爷怎么如此惊讶？那个姑娘，她出千了。涂大爷看到了。我若是看到了，她这双手啊，无论如何都得留在千金台喽。既然没看到，为何认定这姑娘出千了？因为涂晚她出千了，她坐在下面，就没有人能抓到至尊宝。可涂大爷不是说
在千金台内，从来不会出现出圈的情况吗？抓到的叫出千，抓不到的都叫实力。哎，你要不要看一看你的肉烤没烤好？哦，你去看看你的酒酿没酿好。对。